什么是真正的涅槃重生？一个人因为生意失败而负债千万，每天在家熬着拖着，结果中了1个亿的大奖，是涅槃重生吗？一个人感情受挫，痛不欲生，每天醉生梦死，结果对方突然回心转意，瞬间重生吗？都不是，他们只是侥幸熬到了事情出现转机，拖到了问题自行消退，就像一个守城的将军，一直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，结果天降陨石，把敌人全砸死了。他们也许会说出一些劫后余生的胜利感言，比如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，我看待一切的感觉都不同。但这些只是人在逃出升天、如释重负之后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大彻大悟感。他们所有的希望，所有的安全感，依然寄托在下次不会再发生了的幻想上。他们根本没有走出过困境，而是困境暂时离开了他们。只要再次负债，再次失恋，就会重新陷入比之前更深更彻底的绝望。他们并没有被无罪释放，只是审判的时间延后了，再来一次，事情会有好的不同才叫胜利。涅槃重生指的是你不但坚持了过来，还在这个过程中升级了内核，不但重新拥有了生活的希望，还获得了免疫绝望的能力。之前的事就是在发生10次、100次，你也不会再陷入绝望。绝望感表面上是源于自己曾经受过的创伤，但实际上是源于对掌控感的过分追求，是对自身傲慢的必然反噬。这个惩罚机制非常精确，它会为你长出的每一次傲慢量身定做，自动延长。抱着这种追求1秒钟，折磨就会多延续1秒钟。经常悲观绝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那就是当他们觉得一切都毫无希望的时候，就真的相信一切已经毫无希望了。发现这里面的逻辑问题了吗？他们一边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，一边又坚信自己可以扫为一策，精确地预判出那个必然崩坏的结局。这本质上是一种傲慢，是在代表造物主判自己死刑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被自己处死，就应该立刻从他的宝座上下来。你怎么知道一定不行？你都这么不自信了，凭什么唯独坚信事情一定会恶化？凭什么因为自己看不到希望，就认为真的没有希望？没有人可以参破天机，预判出一个必然的结局，任何人都不行。就算全世界的人异口同声地告诉你真的没希望了，也没用，因为人类没有资格凭着自己的智慧就绝望，妄想自己能够预判未来，就必然会被卷入绝望的漩涡。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预判哪怕一刻的未来，自然就会摆脱绝望。涅槃重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开始残酷的自省，丢掉傲慢，长出敬畏之心，诚恳地接受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。从认为自己绝对正确，他开始理解世界的复杂性，不再认为看不到希望就是没有希望，我看不到问题就是没有问题。从担心丢了面子，担心被人笑话，到主动把自己暴露出来，让别人批评，让别人指出问题，主动向那些预言过自己失败的恶人请教，不再坚持我不认同的就是错的，我认同的就是对的。从小心翼翼捧着自己的自尊心，到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然后发现摔碎的并不是自尊心，而是虚荣心。虚荣是傲慢的燃料，不打碎虚荣，就不可能放下傲慢，长出敬畏。这个破茧的过程相当痛苦，但它是唯一的出路，是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。没有经过这一关的人，他们所有的希望，严格来说都不算是建立在沙滩上，而是建立在一颗炸弹上。他们所有的努力，仅仅是在每一次被炸之后，手忙脚乱地包扎止血，然后继续等待下一次被炸。一个人自省得越深刻，就越能看清自己之前有多傲慢，多狂妄，然后惊出一身冷汗。因为你会发现，按理来说，自己本该在更早的时候就掉入更深的困境，今天的一切实属幸运。这种反省本身就是一种治愈，一次内心的重建，一项必须要完整的拆弹工作，直到你开始将一切意外视为一种机缘，将一切失去视为一种获得，不再抱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，而是开始思考这件事到底想教会我什么，才算是离开了这条直通地狱的路。人在学会敬畏之前，所有的重生和变强感都是一种幻觉，一种短期内就会失效的精神安慰剂。没有谁是绝对的强者，众生皆苦，世人皆辱，唯一相对强一点的人，就是那些对敬畏之心理解的更深刻一些的人。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承认自身的弱小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勇敢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涅槃重生。你好好品品吧，这期内容或许有点深度，希望大家都能看懂，同时能受到启发。老规矩，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实在干货。